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夫君，你最近怎么总是往我身边凑？这屋里就这么大点地方，你没事做吗？我今日无甚公务，便来看看夫人有何需要帮忙的。没事干？难道是这探花郎闲得太无聊了？既然他待我也算够有义气，为了我连夜赶回来，我也得投桃报李。夫君，既然你闲来无事，这个便送给你解闷吧。这是何物？这可是我珍藏多年的好东西，画吻子，保证你看完神清气爽，不觉得无聊。夫人既然割爱，谨便收下了。伤风败俗，简直是不堪入目。夫君，你怎么这副模样？这画本子有这么好看吗？让你激动成这样？往常我看不懂字，只能捡着里面的图画瞧，也就那样啊，打发时间罢了。夫人，你可知这画本子里讲的究竟是什么污秽之物？不知道呀，但说实话，看他气成这样，我还真挺好奇里面到底写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东西。他如今是探花郎，怎还会想起我这个糟糠妻？所以改嫁一事，还要劳烦大娘多替我物色物色。放心吧，姑娘，你的夫人，谨来接夫人入京。王大妈、李大婶，夫君他定是政务繁忙，有苦衷的，我不怪他。太好了，终于不用再装贤良淑德了。那木头疙瘩永远死在京城才好。既然他心已不在，我江子欣也不是死缠烂打之人。只要他一纸休书，我便……王大妈，您前几天说的那个城南杀猪的张屠户，他家还缺续息吗？啊，这变脸也太快了吧！哎呦喂，我的紫荆大妹子，张屠户算个屁！今儿个我给你带了个更好的，城东开粮铺的赵老三，家里良田100亩，铺子3间，最关键是人老实，疼媳妇儿，绝对不比那个什么狗屁探花郎差。江娘子，俺有一把子力气，跟着俺，顿顿有肉吃。人傻钱多，好拿捏，这简直是天赐良缘啊！拿了休书，带着嫁妆，老娘就是这10里8乡最富有的富婆。赵大哥说笑了，我不过是个被休弃的下堂妇。哎呦，什么休弃不休弃的？那林锦狼心狗肺，抛妻弃子，咱们不等他那张破纸了，今儿个就把生辰八字给换了。对，换八字，气死那个没良心的林锦！林某不过离家数日，怎么不知自己成了抛妻弃子的负心汉？完了，我冤枉回来了。夫人，你刚才说要换谁的生辰八字？探花郎，我家老爷乃是当朝户部尚书，嫡长女年方28，容貌倾城。若探花郎肯点头，这金银财宝、锦绣前程，那是唾手可得啊！林某家中已有糟糠之妻，不敢高攀。探花郎三思啊！为了一个大字不识的乡野村妇，断送大好前程，不值当。只要您点个头，休书我们替您写。糟糠之妻不可弃，再敢辱我内许，休怪林某翻脸。诸位请回。这位大娘，林某的妻子何时轮到你来做主改嫁了？是欺我林家无人吗？这误会，探花郎，都是天大的误会。探花郎饶命，俺不知道江娘子没被休，俺这就滚。二位婶娘，若是太闲，不如回家多劈几斤柴，再敢在我林家生事，当朝律法伺候。哎呦，我家锅里还炖着肉呢，走走走。哎呦，完了，关门打狗了，不是杀鸡灭口了。他现在可是探花大老爷，杀我一个平头百姓，估计都不用坐牢的。天色不早了，夫人可用了饭食？啊，断头饭，这是要给我做断头饭？
书房看看。他切肉的动作这么熟练，是不是在练习怎么分尸，或者是想在菜里下鹤顶红毒死我？还愣着做什么？去堂屋坐着等。横竖都是一死，饿死不如饱死，做个饱死鬼，黄泉路上也不亏。拼了！吃吧。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，好吃，太好吃了！这简直比镇上春鹤楼的大厨做的还好吃100倍。看来是真的饿坏了。我不在的这些日子，他一个人受苦了。夫人用好膳了。饱了饱了。既然吃饱了，那便与锦好好聊聊改嫁一事吧。万谢客，喝口水压一压。怎么这般不小心？好汉不吃眼前亏，现在敌强我弱，硬碰硬肯定死无全身，只能祭出女人的终极武器了。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先发制人，哭死算穷。夫君，妾身错了呀，妾身真的知错了。你先别哭。好在妾身耳根子软，不该听信那些乡野村妇的谗言，更不该不相信夫君的人品。妾身以为夫君真像他们说的那样，中了探花郎，见识了京城的繁华，便要弃了我这碍眼的糟糠之妻。妾身本就是商贾之女，大字不识几个，粗鄙不堪，哪里配得上探花郎的清贵无双？妾身本想改嫁，也是为了不占着正妻的位置，不拖累夫君的大好前程啊！妾身的一片苦心，天地可见啊！是啊，她嫁给我后，散尽家财供我读书，从未享过一天福。我离家数月，音讯全无。她一个弱女子，在家中惶恐度日，胡思乱想也是人之常情。我怎能如此苛责于她？夫人莫哭，我没有怪罪夫人的意思。今日之事，就当没有发生过。啥？不怪罪？这剧情走向不对啊，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啊！这日子没法过了，夫君，你不懂，我们真的不合适，求求你，你还是休了我吧。夫人，可是身体哪里不适？为何越哭越伤心？若是林某方才脸色太冷，吓到了你，林某向你赔不是。书上说女子本弱，心思极为敏感，定是我离家太久，又一心扑在科举上，冷落了她。我是她的丈夫，从今往后，我定要将她带在身边，好好弥补，绝不再让她受半点委屈。完了，他怎么还自我攻略申请起来了？救命啊！这探花郎有毒，这婚事离不掉了。林锦竟然死活不松口放我走，我这改嫁的计划算是彻底泡汤了，只能先跟着他进京，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夫君，听闻皇上赐给你的新宅子还挺大。是座3进的院落，颇为宽敞。那太好了，等到了京城，我们一人住一个院子，谁也不碍着谁，绝不会打扰夫君读书办差。夫人，若是喜欢清静，自是随你高兴。你个固执的王八蛋，你这是耽误我找第二春。夫人，这便是我们在京城的家，仅想着我们初来乍到，彼此应当照应。夫君，你这宅子真大，那边的跨院看着挺清静，我就住那儿了。夫人，这正院宽敞明亮，才是主母该住的地方。不用不用，妾身福薄，住不了正院，那跨院挺好，咱们就分院而居吧，互不打扰，免得惹人嫌。小翠，拿上行李，跟本夫人走。是，夫人。子欣，我们是夫妻，理应同住。夫君公务繁忙，妾身就不打扰了。夫君慢走，不送。我的妻
对我竟防备至此，连见一面都难如登天。我该想什么办法才能与他亲近？草原广阔。夫君，妾身自幼目不识丁，实在看不懂这画本子上的字呀。若是夫君有空，可否念给妾听？瑾突然有要事在身，须得去忙了。改日再来陪夫人。什么有事要忙？回来这么多天也没见你有什么正事要干，都是借口。哼，不念算了，等到了京城，我拿着你的俸禄，去勾林瓦舍找10个俊俏的小白脸，天天围着我念，气死你！夜深露重，公子可否收留妾身一晚？夫君，荒唐，简直荒唐至极！动作轻浅，把屋里的行囊都装上车，马车里的软垫多铺几层。我夫人身子娇贵，受不得一点颠簸。好嘞，探花郎，您就放100个心吧。哼，装模作样。妾夫君找妾是有要事相商吗？瑾，闲来无事，来旧屋中小坐片刻。夫人随意，不用在意瑾。屁！是谁昨天说有事要忙的？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！我脸上是有花吗？值得你这样看？夫人，昨日我午睡醒来，突然想明白了。夫人想明白了何事？你先是重绑，后滞留京城，数日不归，回来之后又举止古怪，这些日子天天在我眼前晃悠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只怕是夫君已在京城的宅院纳了新人，不好意思和我开口罢了。你在胡说什么？这好说，我也不是那等不通情达理之人。况且你中了探花郎，当了大官，官夫人的那些个麻烦事我也处理不来，肯定给你丢人。正巧你有新欢，我也早有改嫁的打算。和离书一签，咱们好聚好散，皆大欢喜。妾愚笨，自请下堂，让出妻位，指望夫君将来觅得贤惠的新人。当然，若是夫君已在京中的新宅中娶了新妾，妾自然也是欢喜的，必不会哭闹阻拦。你就放心把和离书签了吧。我的妻竟如此毫不在意的要把我推给别人，谁告诉你我在京城有新欢的？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画本里都是这么写的，探花郎抛弃糟糠之妻，或者养外子。好一个画本里写的，你宁愿信那些破书，也不愿信我。瑾答应过江伯父，会照顾好夫人。和离的事，夫人就不用想了，瑾绝不会答应的，这辈子都别想。你怎么这么固执呢？强扭的瓜不甜，我都不计较你找小老婆了，你还想怎么着？行囊已经收拾妥当，若无不妥，瑾明日便带夫人启程入京。我不去，我才不去京城看你的小妖精，要去你自己去。此事没有商量的余地，夫人若是走不动，瑾便是绑，也要把夫人绑进京城。我爹当年教过我，但凡账目上有这种不明不白的虚高，背后定有猫腻。我已经让阿华去查了，这周管事的七弟正是公主府的管家。我的子英真是越来越能干了。那是自然。
我不仅能管好家，还能帮夫君挡暗箭。朕下令彻查所有涉案人员，彻底拔除公主府所有党羽爪牙。都解决了。都解决了，往后再也不会有人能伤害我们了。怎么样？门外那尊大佛走了没？嘘，走走走，快去街上逛逛，再闷下去我要发霉长蘑菇了。林锦天天闲得无聊，蹲我院门外干什么？当门神避嫌吗？害得我次次出个门都跟做贼一样，偷偷摸摸的。夫人，大人那是在乎您呢。您没看大人这几天又是送桂花糕，又是送画本的，站的腿都麻了。在乎个屁！他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这宅院深似海，我得想个一劳永逸的办法，赶紧脱身。装病不行，他肯定得请大夫扎我针。装疯太毁我商女的形象了。夫人，夫人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慌慌张张的？天塌下来有你们大人高个子顶着。就是大人出事了，大人他从马上摔了下来，摔断了腿啊！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探花郎被人抬回正院了，流了好多血，骨头都凸出来了，大夫都已经请进去了。竟然摔断了腿，得，这下不去看他，反倒是说不过去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带路，去正院。大夫，他伤得重不重？腿还能保住吗？唉，切记不可挪动，更需贴心人12个时辰寸步不离的照料，否则恐落下残疾呀。林兄啊，你孤之在京，没有个知冷知热的贴己人照顾，万一成了瘸子，大好的仕途可就毁了呀！皇上怎会重用瘸腿探花？方兄，莫言说了，锦命该如此。嫂夫人，林兄这般凄惨，下人毛手毛脚，如今能救他的只有你了。我怎么救？我又不是大夫。方兄，别难为夫人了，夫人本就不惜与我同住，就让锦在这冷冰冰的屋子里自生自灭吧。这是在明目张胆的道德绑架我吗？绝对是。行了，别嚎了，我搬过来就是了。夫人，此话当真？正院只有一张床榻，夫人不嫌弃锦是个废人了吗？不嫌弃，你睡里面，我睡外面，就当做善事了。嫂夫人深明大义，我这就叫人去办行呢，事不宜迟。夫人，夜深了，安歇吧。夫君，你腿上有伤，万一我晚上睡觉不老实踢到你怎么办？要不我打的。原来夫人还是嫌弃锦。罢了，锦去睡地上。别！总算把他留在了身边。与其共处一室，我原以为自己内心会感受到无尽的平静和满足。林锦啊，林锦，他一片好心来照料你，你脑子里在想什么龌龊之事？简直禽兽不如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。夫君，该换药了。烫死人了！来人啊！救命啊！探花郎要被烧傻了！江子姬啊，江子姬，你这头死猪，明明答应了要照顾他的，怎么自己睡得跟死猪一样？万一他真烧出了个好歹，你岂不是要守活寡？
上纲一好，便这般迫不及待的要离我远远的吗？夫君，那妾身就先回去了。莫非我又不小心吓着他了？夫人，今日春光甚好，劳烦你去书房替我取些笔墨纸砚和麻纸来，我想作画。麻纸，找到了。我爹以前的藏品里，好画都是画在丝绢上的，不如顺手拿一卷，省得他一会儿又要。这是什么鬼？那行小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要是直接问他，岂不是暴露了我偷看他画作的事？得承认，虽然他画我看画脖子很可恶，但他这副皮囊着实令人赏心悦目。说他真的是山中仙鹤，而非官途正盛，不知被多少京城闺中小姐倾慕的探花郎，那该多好！不行，那样也许我便能心安理得地霸占他了。看他这般躲闪，定是已经看到了书房里的那幅绢画。那本是我每日抽些时间画了将近1个月所得，打算装裱好后再送给他的。夫人，锦的书房里放着一幅夫人的画像，是锦闲暇时所画。若夫人不嫌弃，便送给夫人把玩如何？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我看到了？锦冒昧，先前未经夫人同意，便擅作主张将夫人画进了绢画里。若夫人心生不喜，锦这便去将画烧掉。哎，等等！倒也没有不喜，冒犯更是谈不上，只是什么？夫君为何要画我在看画帖子啊？画里的我四仰八叉的倚在榻上，这也太不美观了，传出去我还怎么见人啊？是锦的过错，那幅画便送给夫人自行处置，或撕或烧皆可。这还差不多。若夫人愿意赏脸，锦今日便再为夫人画一幅，如何？真的，这回我要摆个顶好看的姿势。夫君，这次务必要把我画得美若天仙，倾国倾城。夫人本就倾国倾城，无需刻意。夫君，先前那幅画的角落里题的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莫非是夫君写的诗词？那幅画上题的不是诗词啊？不是啊，我还以为是夫君写来夸我貌美如花的诗词呢。画本子里不都说文人雅可最喜欢作诗夸戴美貌的姑娘吗？难道我在夫君眼里不够美？是祝词。祝词？莫非是祝我今后芳颜永驻，越来越美？愿吾妻今后多喜乐，长安宁，岁无忧。多喜乐，长安宁，岁无忧。我一直以为他不弃我，只是因为当初对我爹的许诺是出于他自己刻板的责任感。可若是责任，何须盼我喜乐无忧？他如今是不是对我好的有些过了？这根本不是责任。来京郊安顿流民已有半月，这期间寄回去的2封家书如石沉大海，此间竟是1封都未回。紫荆如今对我当真是铁石心肠呢。林大人，差事将近收尾，歇会儿吧，咱们喝2杯暖暖身。二位听说了吗？公主今晚在公主府设宴，邀请了京城好些显贵家的夫人去赴宴呢。林大人，听闻公主特意派了身边的亲信嬷嬷去给尊夫人送请柬，请林夫人务必赏面赴宴。什么？林夫人与公主交情这般好，怎不曾听林大人提起过？林大人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城门马上就要关了。这公主行事骄纵怪荡，自信性子挑逗单纯，若赴了宴，还不知要受多少刁难。阿花，说了多少遍是阿华？你怎会来此？你可知公主与驸马不和，时常召年轻貌美的男乐师入府，甚至与朝中年轻大臣走动过密。陛下不管吗？陛下宠她入骨，几个情郎算什么？不必紧张，这位便是林夫人吧？来，
本宫敬你一杯。公主越发貌美了，前几日狩猎竟让探花郎林大人都看呆了眼，从马上坠了下来呢。夫人说笑了，林夫人莫多想，本宫再敬你一杯。林姐，真的是因为看公主才坠马的吗？林夫人请留步，公主还有话想与夫人聊一下。什么法？这杯好杯要宽过，爹爹当年也曾背着我说要带我去京城，给我买带瓜子仁的糖葫芦。我想吃糖葫芦。又干又硬，一点也不好吃，骗子！怎么哭了？是不是在公主府受委屈了？好，不好吃，下次咱们再也不买了。不好吃，这糖葫芦一点都不好吃，酸死人了！好，知道酸了，那下次咱们便不买这家的了，可好？我酸的又岂止是糖葫芦？你说，你是不是因为公主才摔下马的？什么？朕从未抬头直视过公主容貌。我才不信！满宴会的人都在说。夫人可否清闲，待朕慢慢与夫人解释。夫人先别恼，朕倒是想问问，我寄回来的2封家书，夫人为何1封都不回？这妾不识字吗？况且夫君寄给妾的家书，妾怎舍得交给旁人去念，多羞人呀！那信呢？你看，妾都好好的收在这盒子里呢，1封都没丢。这盒子里不仅有夫君的家书，还有阿华留给我的信。哦对，还有我爹当年寄回来的小玩意儿。果真是个小骗子，心里从未有过我。夫君，不要走！有多少人惦记你这个探花郎？我上街都能听见别人想嫁给你，偏偏你又对我这么好，让我动了心。夫人，仅在此立誓，此生只会有夫人一人，绝无二心。哼，誓言最不可信。那夫人说，要朕如何自证清白？你和公主到底清不清白？真的没有，请夫人相信朕，我从不曾多看她一眼。紫锦只问最后一句，夫君可喜欢紫锦？锦，心悦子清。既如此，当初洞房花烛夜，夫君为何转身去了书房，不肯碰我？明明是夫人劝我去文书的，是锦愚钝，夫人可愿给锦一次补救的机会？呀，舍得起了。听闻昨晚是林大人一路把你背回府的，是吗？我都醉得不记事了。完蛋了，我只记得昨晚我把林锦给扑倒了，这等羞人事可万万不能被阿华套出来。你和林大人感情真好，若能一直如此。阿华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是想说，若他能一直待我这般，不纳妾，便是最好不过了，对吧？
京城这地方最不缺的就是财权诱惑，多少寒门才子一朝得势便迷失了本心，抛弃糟糠之妻。林大人如今深得圣宠，又这般年轻俊良，皇城诱惑固然多，稍有不慎便坠入深渊。但我愿意相信此刻与林锦间的情谊，哪怕将来真出了什么变故，我也能坦荡地道一声曾经拥有，绝不怨天尤人。只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老天爷给我们的考验，竟来得如此之快，如此惨烈。仅去便回，夫人记得用好饭食，不必为锦担忧。夫君且在家里等着，无论如何，夫君一定要平安的回来。会的。夫君这一去，吉凶未卜，我连门都出不去，该如何救他？公主不请自来，究竟意欲何为？是你暗中动的手脚。本宫既然赶来，必然是有恃无恐。林夫人可要仔细思量思量。如今林大人还是可救的，若夫人针对本宫做了些什么，那林大人可就真的出不来了。什么出不来？公主究竟是何意？少妇到底怎么了？父皇一向厌恶贪墨的官吏，很不巧，林大人贪了安抚刘晨用的银子，如今嘛，自然是下诏狱待审了。不可能，林锦他一身傲骨，绝不会贪墨。林大人有没有贪面，这可不是夫人说的算的，还要看父皇如何决断。若是夫人肯听本宫的话，本宫倒是不介意去父皇跟前为林大人求求情，指不定能让林大人今晚就回府。清者自清，林府除了这座圣上赏赐的宅子，再无其他值钱的东西。公主的手再长也伸不到前朝去，此事必是误会。臣妇相信圣上不日便会还商妇清白。可惜了，夫人不上当，本宫的乐子又要少了。只不过这诏狱里的阴私手段多了去了，眼下也就本宫能勉强照拂林大人一二。夫人放心，就算夫人不配合本宫也是不舍得林大人受伤的。只是等他从诏狱里出来后，心里放的是谁，本宫可就不敢保证了。诏狱，那是吃人的地方。夫君，你一定要撑住，把所有嫁妆箱子都打开。钱，只要有钱，就能打通关节，就能见到他。去，想办法避开官兵去找阿华，哪怕是求，我也要把这满城的权贵求个遍。紫金，我用尚书府的名义打通了外围的看守，你换上这身衣服，赶紧出去想办法。府里我让丫鬟穿着你的衣服顶替。阿华，大恩不言谢，只要能救出夫君，让我散尽家财我也心甘。去，把这些钱全都送到诏狱去，哪怕是求爷爷告奶奶，也要给我打探到大人的哪怕一丝消息。是，夫人。夫人，小的无能，诏狱的人收了钱，却只扔出了这个，说大人快不行了。兰草，这是我亲手为他绣的。兰草，这是我亲手为他绣的。紫金，你醒醒，快叫大夫！紫金，若我能再忍2日，也许你就不会如此担惊受怕了。只要你点个头，就算本宫管不了前朝的事，但让你在狱中过得舒服些，不被那些人搓磨，本宫还是能办到的。公主请回吧，臣相信陛下定会还臣一个公道。当真是榆木脑袋，不知死活！我真没用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若他果真没撑着去，我绝不独活。林爱卿受苦了。
这几日委屈了你，朕痛心不已啊！雷霆雨露，俱是君恩。林爱卿对社稷有功，若有何心愿，朕必会尽力满足。臣别无所愿，只愿能辞去官职，归隐田间，与结发妻子举案齐眉，恬淡一生，从此再不踏入京城。爱卿万万不可，朕离不开你这等栋梁。朕向你保证，今后必严加约束公主言行，绝不让贪墨之徒再伤你分毫。看来带着紫锦过闲散日子的梦，终究是破灭了。罢了，那便在这朝堂上斗到底，努力活久些，护他一生安稳。此次多谢方兄在外周旋取证，谨感激不尽。子瑜不必见外，只是你既已出狱，为何不先回府？我看弟妹这段日子已经快急疯了。我身上的伤太重，怕回去吓着她。林姐，姐出来了，为何不归家？你是不是对我这个夫人不满，想要在外纳妾？夫人，我没有。我答应。什么？纳妾可以，但要纳世家贵女。若他们不愿当妾，平妻也可。总之，一定要纳有权势的女子。不要像我一样什么都做不了，我怕你再被抓进去，我却只能枯坐在家中，救不了你。不会了，谨对天发誓，今后谨言慎行，绝不让夫人再为我掉一滴眼泪。此生我只有你一个妻子。好，我信你，不准说话不算话。夫君，你怎么了？不过是皮肉伤，往后锦的伤要劳烦夫人费心了。好，好，我们回家治伤。朝堂的光电影都不及此刻耳边清浅的呼吸。此生别无他求，只愿与他长相厮守，白头偕老。醒了，今日日头好，可觉得身子舒展些了？好多了，有你日细心照料，便是再重的伤也该痊愈了。就会说好听的话哄我。前日大夫叮嘱忌劳神，你偏生日日说这些软话，扰我心神。都是皮肉外伤，早已无碍了，你莫要日日放在心上。你昨夜翻身牵扯伤口，疼得闷哼出声，以为我没听见吗？云子姬，你从前最是坚韧，可在我面前不必应承。紫金，是我委屈你了。从前时局动荡，我不敢张扬，让你草草嫁我，半生潦草。如今风波已定，朝堂安顿，我林锦余生安稳，皆是拜你守候所赐。我补给你一场完完整整、风风光光的大婚。古办婚礼，3书6礼，10礼红妆，宾客盘合卺交杯，该有的一样不少，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江子欣是我林锦此生唯一的妻，是我拼尽性命也要守护的人。你的伤还未痊愈，何必这般折腾自己？无妨，为你圆满，万般值得。何况我要亲手给你一场盛世婚嫁，弥补你所有遗憾。子瑜，你如今身子刚好，便这般折腾，也不怕旧伤复发。旁人不知，你该知晓，我欠他一场大婚，他一场圆满。若是不能弥补，欠他一场难安，该给也必须给。放心，诸事繁杂之处，不提你到底。总算等到这一日了，紫金，你该是全京城最幸福的人。那些熬过来的苦，如今都换成甜了。我从未敢奢求这般圆满，只愿岁岁平安。如今倒是得偿所愿了。紫金，夫来接你。
一拜天地，岁岁相守，风雨同舟；二拜高堂，福泽面长，岁岁顺累。夫妻对拜，此生契阔，白首不离。礼堂。真的成婚了，不是2年前那场仓促潦草、无人知晓的婚配，是属于我们的盛世圆满。我们成婚了，完完整整，光明正大，盛世圆满。从前亏欠你的，今日尽数不回，合尽交杯，此生唯一，余生漫漫，只你一人。自尽。从前让你跟着我颠沛流离，担惊受怕，受尽委屈。从今以后，朝堂风雨我独自抵挡，人间烟火尽数于你，你只需岁岁无忧，日日欢喜，安然做我朝夕唯一的长袍。不曾在诏狱之中立誓，若能活着归来，必护你一生安稳。如今誓言犹在，此生绝不辜负。子瑜，方兄，看你气色，总算活过来了。劳方兄挂心，恕内小错。那日马车旁，你夫人哭着逼你纳妾，求你攀附世家自保的时候，我站在一旁，差点以为你真的要顺势妥协。我不会，可防人不知，必会收敛锋芒，世事家印，兼亲故卫。可我知道，以林子瑜，骨头从来最硬。若无你在外周旋取证，奔走护道，我未必能活着走出诏狱。你我知己，何须言谢？换作是我身陷囹圄，你亦会如此。只是子瑜，我至今想问你一句真心话。你问。那日你当堂请辞，欲归隐田间，远离朝堂，是真心想走，还是试探圣心？起初是真，诏狱之中，日夜酷刑，生死一线，那是我唯一的念头。待子欣远离京城纷争，安稳度日，再不涉朝堂半风雨。可后来我看清了，皇帝看似体恤，实则忌惮我功高，忌惮我亲民太盛，民心所向。我若真就此归隐，看似全身而退，实则是坐实怨怼，必是魏权的口舌。日后朝堂但凡有变，我林家我希儿依旧难逃清算。所以你改了主意，决定留下来继续斗。是，我从前想归隐是求自保，如今选择留下是为护他。我若抽身离去，朝堂豺狼依旧奸佞未除，今日害我入狱之人，明日便会转头为难我的家人。我唯有站在高处稳住根基，肃清奸邪，方能护得身后一世安稳。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。世人皆道你劫后余生该惜命避祸，可我知道你林子清从来不是避祸之人。你退让是心存温柔，你坚守是肩有担当。这朝堂风雨，往后还要劳烦方兄与我并肩。自年少相识那日起，我便与你并肩。前路风雨再大，我方言永远是你退路，永远是你后盾。说起来，你补办大婚那日，满京城人人羡羡，都说江氏夫人苦尽甘来，得你一世偏爱。可没人知道，你这场盛世大婚，我前前后后替你挡了多少应酬，推了多少麻烦，替你稳住朝中人事。知晓，改日我做东设一席专宴，只请你一人，不邀宾客，不谈朝堂，只叙知己情分。这才像话。子瑜，往后在朝堂不必事事硬扛，你身上有伤，心底有牵挂，再也不是当年孤身一人无惧无畏的直言死谏，是孑然一身无所顾忌。如今你有妻有家，有牵挂，有软肋，你要学会牺牲，学会藏锋，学会自保。我记住了。时辰不早，我便不扰你静养陪妻了。朝堂之事由我替你盯着，你安心养伤，安稳度日即可。方兄，此生得你一知己，是林锦半生最大幸事。你我之间不言幸与不幸，唯有风雨同路，不负知音。他这一生有家人相守，有知己同舟，熬过绝境风霜，守得人间圆满。往后余生，朝堂风雨有人并肩，人间烟火有人相伴，前路漫漫，再无孤途。今日若散朝早，便早些回来，我炖了你爱喝的莲子羹。好。子瑜，公主虽被陛下禁足，可她麾下的那些爪牙并未彻底清除。昨日我查到，有人暗中联络江南盐商，似乎想在赋税上做法杖，栽赃到你头上。
我早有预料，他们不死心，正好借此机会一网打尽。夫君，你看这里，上个月采买的木料，价格比市价高出30%，经手的人正是前几日刚调来的周管事。